以北约国家的边境线一夜之间扩大了1倍。莫斯科对此态度冷静，也佐证了乌克兰挨揍的原因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生。该来的总会来，虽然俄罗斯一再反对，但是芬兰还是成为了北约第31个成员国。芬兰这个北欧国家的加入，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，是欧洲地缘政治的一个巨变。因为北约以俄罗斯的边境线长度一夜之间增加了1倍，而北约这次能够扩大，又与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直接相关。当前的局势对俄罗斯或许还不是最严峻的，毕竟芬兰还没有邀请北约军队进驻。但是芬兰加入北约可能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瑞典最终可能也会加入北约。未来8个北极国家就有7个成为了北约的成员国，波罗的海将日益成为北约领土内的水域。对于芬兰加入北约的问题，普京过去就说过没有问题，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无奈的感叹。俄罗斯外交部说，我们将加强在西部和西北部的军事潜力，以回应芬兰加入北约一事。如果其他北约成员国在芬兰领土上部署兵力和装备，我们将采取额外措施。更关键的是，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表示，俄罗斯以芬兰和瑞典不构成威胁，并且双方没有争端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俄罗斯反对北约扩大，认为对自己构成了严重威胁，但是并不认为芬兰加入北约问题很大。俄罗斯当前甚至不需要部署太多的军力来应对北约的扩大。同样是加入北约的问题，芬兰和瑞典加入似乎没什么大事儿，但是乌克兰仅仅是计划加入，最终就引发了俄乌冲突。在很多人看来，俄罗斯方面这不是搞双标吗？还真不是，因为导致俄乌冲突爆发的真正原因，还不是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。首先，俄罗斯一直把乌克兰当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，而芬兰从来就不是。而且，当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，走向与俄罗斯对立时，俄罗斯高层感受到的是一种严重的失落。在历史上，俄罗斯和苏联给乌克兰太多，就像普京所说的，光替乌克兰还的外债就有2000多亿美元。俄罗斯还给了乌克兰天然气补贴等等，其目的只是想要乌克兰能够保持中立。最后，美国推动一场颜色革命，让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，变成了俄罗斯的敌对国家。从德佐共和国，再到格鲁吉亚，再到克里米亚，再到现在的俄乌冲突，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与普京要保护俄罗斯族的利益有关。这也是俄罗斯为什么要说对乌克兰要去纳粹化，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乌克兰军队不只是反俄，而且出现了极端纳粹化的问题。最后，俄罗斯原本想在乌克兰通过一场立威之战阻止北约东扩，获得西方的尊重。现在芬兰之所以被允许加入北约，不能证明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错误的，只是俄罗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让战争变得长期化。特别是并入乌克兰4个州的行动，引发了周边国家的不安。所以当前俄罗斯就算再不满意，也只能反对北约，而不是敌对芬兰。毕竟芬兰加入北约不是为了侵略俄罗斯，只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安全感。总体而言，北约仍然是俄罗斯最大的威胁，但是并不等于北约扩大了，俄罗斯必然要发动战争进行反击。乌克兰今天的局势，更深层次原因还是西方，特别是美国在乌克兰发动了颜色革命，以及乌克兰国内的纳粹分子对俄罗斯族的欺压所造成的。当然，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存在仍然是原罪，也就是最终的根源还是北约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